2万亿债务遍地烂尾楼，无数家庭的半生积蓄闹得沸沸扬扬的恒大大案，终于迎来了最终的一审落锤。曾经风光无限的亚洲首富，如今锒铛入狱，8项重罪，无期徒刑。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被指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8项重罪，一审被正式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个人全部财产被依法没收。感觉是应该不会有2审了。许家印这个样子，大概率也不会提起上诉了。先来讲8大重罪的第一项财务造假。像咱们这样的老百姓，兜里有多少钱，欠银行多少，那都是清清楚楚的，自己掰个手指头就能算清楚。可到了恒大这个级别，钱就已经不是钱了，那就是 Excel 表格里的一串阿拉伯数字。根据判决书来看，许家印还是很厉害的，把霍格沃茨给搬到中国了。他的财务那真是人均大法师。从哪天开始算起呢？法庭给出的时间节点很明确，从2026年1月1日一直持续到2021年12月31日，在这6年，也就是2191个日日夜夜里，恒大集团、恒大地产以及许家印本人一直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财务造假。他们这个财务手段可不一样了，什么虚开发票之类的，许家印是看都懒得看。他们玩上了无中生有，房子还没盖，甚至地皮还只是一片荒草，他们就能通过极其复杂的提前确认收入大法，把这些8字还没一撇的钱堂而皇之的写进当年的利润表里。他们通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硬生生的把一个内部早就千疮百孔、四处漏风的资金黑洞给粉饰成了世界500强。对于这种把监管部门当猴耍、把投资者当韭菜割的行为，法律的铁拳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在判决中，恒大集团被重罚了88.2亿元人民币，恒大地产被重罚了70亿元人民币，加在一起合计高达158.2亿元的罚款。就这些钱，让印钞机7乘24小时连轴转也得印1年多。这是对这种企业级金融诈骗最严厉的定性。你以为这场大戏只有许老板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吗？只有他一个人被判吗？错了，这可是个阵容极其豪华的犯罪天团。同一天，包括许老板那2个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儿子在内，足足有另外56名恒大高管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整个恒大帝国的核心决策层从这一刻起几乎相当于满门抄斩。当一家企业的核心商业模式变成了欺诈发行证券和违法套取信贷资金时，他的高管团队就等同于一个有组织的诈骗团伙。看完了企业的造假，我们再来看看许家印本人是怎么转移资产的。我们要知道他有多贪，就要看看他最富的时候多有钱。2017年10月12日，许家印以高达453亿美元的天价身价，毫无悬念地登顶了亚洲首富的宝座。但是他本人很清楚，靠高杠杆吹起来的泡沫总有一天会炸的，所以他必须提前把真金白银装进自己的私人腰包里。自从恒大在2009年10月5日于香港联交所敲钟上市的那一刻起，这场长达10几年的合法抽血就开始了。根据统计，从上市到暴雷，许家印与前妻丁玉梅夫妇合计分得的红利竟然超过了500亿元人民币。彩票中500万爽不爽？你要是想靠中彩票赚500亿，你得每天都中，而且要连中27年才行。如果算上各种税，得连中50年才行。大家自己盘盘这抽血抽得多吓人。为了把这笔滔天财富彻底洗白并保护起来，许老板在2019年5月15日前后上演了一出暗度陈仓的好戏。他们悄悄地跑到美国，设立了一个规模高达23亿美元的单一家庭信托基金。他们打的如意算盘非常精明，按照西方的信托法律，一旦钱进了信托，那就不属于他的个人资产了。即便国内的公司破产清算，债权人也无权动这笔钱。他是想把这笔财富焊死在他许家的保险箱里。给大家说个冷知识，这笔信托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被查封，目前仅处于在美国法院的讨论阶段。如果许家印的儿子出去了，在他愿意交保护费的情况下，这笔钱还能保得下来。当恒大的债务危机终于爆炸时，这对夫妇他们搞了一套技术性的假离婚戏码，试图通过复杂的境外离岸公司架构，把那比天还高的巨额债务全部甩锅给国内那些可怜的购房者和无辜的银行，而把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真金白银全部装进前妻的口袋，大摇大摆的转移出海。你以为玩点离岸架构就能够无法无天了吗？2025年11月26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裁定，丁玉梅名下的境外资产被清盘人全面冻结并接管。这一锤子砸下去，直接粉碎了许家印家族的美梦。这意味着不论是你处心积虑设计的家族信托，还是煞费苦心搞的技术性离婚，在现代穿透式法律追责面前通通无处遁形，卷了钱想跑门都没有。然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是的，许家印罪有应得，这的确大快人心，但是判决出他变不出真金白银，更不能当
钱发给那些烂尾楼的苦主。2021年12月3日，恒大正式宣告违约，再也还不上了。随后，广东工作组正式进驻恒大总部，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潘多拉的魔盒被彻底打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留给世人的是一个跟美债都可以相提并论的恐怖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面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清盘的工作难度简直令人绝望。2024年1月29日，香港高等法院终于走完了程序，正式向中国恒大发出了清盘令。直到1年多以后的2025年8月31日，清盘人交出了一份成绩单，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仅仅艰难出售了约2.55亿美元的资产。2.55亿美元听起来挺多的，但在恒大那450亿美元的申报债权总额面前，连根毛都算不上。关键问题来了，这些钱都去哪儿了？许家印当年那号称亚洲首富的450多亿美元的身价，随着恒大的黯然退市和资产泡沫的疯狂缩水，早就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灰飞烟灭了。哪怕香港法院之前非常给力的对许家印下达了一份价值高达77美元的全球资产禁制令，但各位要知道，跨国追赃的难度非常大，要将那些隐藏在加勒比海岛国盘根错节的离岸信托一点点剥洋葱似的找出来，再变现成购房者手里的赔偿金，这将是一场极其漫长的、需要极度耐心的跨国法律拉锯战。正义确实不会缺席，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迟到很久很久，久到足以让一个满头黑发的年轻人等到两鬓斑白，久到一等就是一辈子。馆长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给大家讲讲恒大模式是怎么来的。说简单点，就是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某种畸形模式的缩影：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他们是怎么玩的呢？第一步，用少得可怜的本金去银行借出一大笔钱，拿去拍地。第二步，地皮刚挖了个坑，连砖头还没建着几块，就开始大肆卖期房，拿着老百姓全款交的预售资金，本该放在监管账户里用于盖楼的钱，被他们用各种手段偷偷挪用。第三步，把挪用出来的钱再去买下一块地，继续挖坑，继续卖期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在疯狂的压榨供应商，我就不给你结现金，我给你开商业承兑汇票，你爱要不要？不要连这都没有。供应商为了接生意，只能捏着鼻子收下。这等于恒大不仅拿老百姓的钱玩金融，还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生命在走钢丝。只要房价一直在涨，只要房子有人在排队抢，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许老板就可以一直坐在深圳湾的超级总部里，喝着顶级红酒，享受着恒大歌舞团的优美舞姿。但是这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呀！这世界上哪有永远上涨的行情呢？国家的3道红线猛然勒紧，房住不炒成为了不可动摇的国策。老百姓的杠杆加到了极限，无法再接盘的时候，啪的一声，音乐停止了，灯光熄灭了。许老板手里拿着那根即将爆雷的雷管，发现周围竟然连一个接盘侠都没有了。于是那2万亿的窟窿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了阳光之下。他们钻制度的空子，肆无忌惮地挪用预售资金，甚至到了后期，企图通过大到不能倒来裹挟地方经济与银行系统，来要挟监管部门救市。这种近乎绑架的疯狂行径，如果国家真的妥协了，就等于用全国14亿人民的血汗钱来给许家印堵窟窿。这场判决不只是给恒大的传奇画上了一个终点，更是意味着那些试图依靠投机取巧、依靠政商勾结、依靠把风险转嫁给全社会来空手套白狼的草莽英雄时代已经彻底画上了句号。那些靠着谎言、欺骗和天文数字泡沫堆砌起来的通天塔，终将在法治的阳光下化为一地灰烬。许家印60多了，就算判无期也没几年可活了。但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对于我们数以亿计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满地狼藉的教训绝对不能白吃。我们必须从这2万亿的代价中去重建一个更加透明、更具法治精神、更加敬畏市场底线的全新经济秩序。预售资金监管必须像防贼一样严防死守，企业的财务审计必须做到掘地3尺。对于那些敢于进行系统性金融犯罪的高管，必须罚到他们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只有这样，那些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只为了在这个城市有一盏属于自己灯火的老百姓，才不会在烂尾楼里留下绝望的眼泪。历史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带走了许家印，也碾碎了那个疯狂的房地产泡沫时代。前路或许依然有阵痛，清盘退赔的道路或许漫长的让人窒息，但至少在2026年8月20日这一天，我们依旧可以坚信法律和正义一定会出现。